Well, we have a profoundly important announcement to make, which is the most 我们要发布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布，那就是迄今为止史上最宏大的芯片建造工程。真的，这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是的，一个人们现在可能都还没想到的水平。我会称之为一种脱离上下文的问题。它不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中，所以我们现在要将这个语境调整几个数量级。让我们看看，这是一项共同努力。我正在按按钮，但是按钮没反应。哦，好了好了。是的，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星际文明。所以我认为每个人，大多数人，我想都会同意，最令人兴奋的未来是，我们能置身于群星之间，我们不再永远被束缚在一个星球上，我们成为一个多行星物种。就像你读过最棒的科幻小说，比如《星际迷航》、伊恩·班克斯、阿西莫夫或者海因莱因的作品。我们想把这变成现实，不仅仅是虚构。我们要把科幻变成科学事实。那就是辉煌、激动人心的未来。我当然期待。而且，这值得思考的就是，你如何评价文明？你们知道，有一个物理学家，我想他是俄罗斯人，在60年代，卡尔达肖夫，他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思考过，你如何看待任何一个文明？他说，如果你是一个1级文明，你就在使用，你所在星球的大部分能量，而且，我们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真正成为一个1级文明。我们仍然只使用了到达我们星球的太阳能量的极小一部分。我们看看，是的，就是这样。但是，地球只接收到太阳能量的大约5亿分之一，所以太阳，确实是巨大的。太阳是，太阳系中所有质量的99.8%。所以有时人们会问我，比如，那你知道地球上的其他能源呢？比如，地球上的核聚变呢？那，不幸的是，非常小的，因为太阳是太阳系中99.8%的质量，木星大约是0.1%，而地球则属于杂项类别。我们，我想是卡尔萨根，我想可能说过。地球就像浩瀚黑暗中的一粒微尘，非常非常小。太阳是巨大的，所以真正扩展文明的方式是扩展太空中的能量。这必然是真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实际捕获的太阳能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微小的尘埃颗粒。换个角度来看，地球上所有文明的电力生产大约只占太阳能的1亿分之一。这意味着，即使你将文明的能源产出增加100万倍，也仍然只占太阳能的100万分之一。我的意思是，想到我们在宏大图景中是如此渺小，这真是令人敬畏。然而，我们却常常纠结于地球上的这些争吵，这些在考虑到宇宙的浩瀚时，其实都只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我认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去思考宇宙的浩瀚，以及我们能做出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伟大的事情，
而不是去担心地球上的那些小争执。那样做没什么意义。是的，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扩展到银河系的文明，拥有宇宙飞船，让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那将是史诗般宏伟。在月球上建立城市，在火星上建立城市，殖民太阳系，并向其他恒星系统派遣宇宙飞船，这听起来像是最好的未来，明白吗？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利用太阳的能量。所以1万亿次浮点运算，虽然它很庞大，每年1万亿瓦的计算能力，以我们文明的标准来看是巨大。它仍然只是迈向卡尔达肖夫文明的第一步。你离成为卡尔达肖夫2型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都算不上卡尔达肖夫3型文明。所以，以当前人类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从宏伟的宇宙图景来看，它仍然很小。而且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所以，要实现这个非常困难的目标，确实需要 SpaceX、xAI 和 Tesla 共同努力来打造这个宏伟的 TerraFab 项目。所以，特斯拉、xAI 和 SpaceX 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些都是人们以前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这里有德州超级工厂，还有正在建造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一个全球超级充电网络，真的有很多成就。就在不久前，人们还认为电动汽车一无是处。特斯拉刚起步的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电动汽车可供销售，人们都说这不可能。而现在，特斯拉每年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然后是 xAI， 虽然它是一家新公司，现在是 SpaceX 的一部分，但也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了第一个吉瓦级计算集群。英伟达的黄仁勋说，他这辈子从没见过建造速度这么快的东西，这是来自英伟达的极大赞扬。然后是 SpaceX，我想你们自己也能看出来，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人们说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是不可能的，即使造出来了，经济上也不可行。所以我们不仅造出来了，还让它们在经济上可行。现在我们已经着陆了500多次，然后我们做了猎鹰重型火箭，现在我们正在做星舰。星舰是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因为为了扩展计算能力和电力，你必须进入太空。这意味着你需要将大量的有效载荷送入太空，而星舰将实现这一点。所以，这只是让你们对规模有一个概念。我们有擎天柱在那里，擎天柱是为了展示规模。擎天柱大约5英尺11英寸高，所以这能让大家对星舰 V3 火箭的尺寸有个概念。星舰 V4 实际上会更长，星舰 V4 会让星舰 V3 看起来有点短。所以我们将用星舰 V3 把有效载荷从100吨扩展到200吨，送入轨道。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只是对 AIS， 也就是 ASAT 的迷你版本的一个粗略近似，所以那大约是100千瓦。它展示了按比例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散热器。不知为何，关于太空散热器一直有个奇怪的争论。可以肯定地说 ，SpaceX 知道如何在太空中进行散热，毕竟有1万颗卫星在轨道上。我们可能略知一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散热器相对于太阳能电池板来说其实相当小，
我们称之为迷你卫星，因为它只有100千瓦。just 100 kilowatts. 我们预计未来的卫星可能会达到兆瓦级别。 Megawatt range. Yeah. So, in order to 所以，为了达到每年太瓦级的计算能力， of compute per 你 year, 们每年需要将大约1000万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and at 100 kilowatts, 并且每吨提供100千瓦的电力。 we're confident this is 我 feasible. 们相信这是可行的， New physics. 不需要新的物理原理或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能达到 So。I'm confident actually that SpaceX will. 所以我相信 SpaceX 每年将把1000万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And then we're building up to a 然 terawatt. 后我们正在建设太瓦级的太阳能发电， We'll solve the solar 所以 problem. 这解决了或者说将解决太阳能问题，也就是发电问题。 Ingredient. 那么关键的缺失环节就是太瓦级的计算能力。 So 所以这次发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关键的缺失环节。 key missing ingredien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urrent output of 给大家一个概念，目前人工智能算力的产出大约是每年20吉瓦。 This chart explains 这 why, 张图表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建造这个 Terafab， because 因为地球上所有其他产出的总和大约是我们所需的 2%。 of what we need. So if you add up all, 所以如果你把地球上所有的晶圆厂加起来，它们加在一起， they're only about 2% 也只占我们 Terafab 项目所需的 project or Terafab project. 大约2%。 So, you know, 所以说， I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现有的供应链， want our existing 明确的说 supply chain,，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现有的供应链，感谢三星、台积电、 to Samsung, 美光以及其他公司。 and others. 我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扩大生产，我们也会买下他们所有的芯片。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觉得舒适的最大扩张速度， And 而这个速度远低于我们的期望，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所以我们要么建造 Terafab， is much less than. 要么就没有足够的芯片。 And so we 我们确实需要这些芯片，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所以我们决定建造 We Terafab。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erafab. And 我们将在奥斯汀这里从一个先进技术晶圆厂开始着手。 and I 我相信阿伯特州长在观众席上 I'd，like to thank Governor Abbott. 所以我要感谢阿伯特州长和德克萨斯州的支持。 All right. So in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ab, 所以在这个先进技术晶圆厂里，我们会有制造任何类型芯片所需的所有设备， memory, and we will also have 包括逻辑和存储芯片。 equipment necessary to make the lithography masks. 我们也会有制造光刻眼膜所需的所有设备。 Make the chip, 所以在一栋楼里，我们可以制造光刻眼膜、制造芯片、测试芯片， an 再制造一个眼膜，并拥有一个极快的递归循环，来改进芯片设计。 This doesn't exi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据我所知，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设施， Memory and do packaging, 能让你拥有构建逻辑、存储、封装、测试， improve the 然后 masks. 制作眼膜、改进眼膜，并持续循环所需的一切。 So, and we're not just going to do conventional 所以，我们不仅仅会在其中进行传统的计算。 new physics. 我认为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新物理学， Actually, I'm confident will work. 它有潜力。实际上，我确信它会奏效， So this is we're really going to 只是时间问 the 题。 limit of physics. In 所以，我们真的会在计算领域推动物理学的极限。 easy things, which you can do if 我 you 们会尝试许多大胆而疯狂的事情。如果你有那个快速迭代循环，你就可以做到。 chip, test it, 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and then change the 能够在一栋楼里制造芯片，测试它，然后改变设计， the 再制造一个的重要性，我认为在 recursive 那种情况下，这种迭代改进的效率可能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好上一个数量级。 Yeah.
So broadly speaking, we 所以 expect 总的来说，我们预计会生产2种芯片， two kinds of chips. One will be 其中一种将针对边缘推理进行优化， edge inference 所以它将主要用于擎天柱和汽车， and in the cars. But 但尤其是在擎天柱上， the 因为我预计机器人，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将是汽车产量的10到100倍。 So 所以你知道，如果地球上的汽车产量大约是每年1亿辆， is about 100 million vehicles a year. 我预计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将在每年10亿到100亿台之间， billion and 10 billion units a year. 所以那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所以 So yeah, Tesla's going to make a very 好的， significant 我们的目标是特斯拉将生产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 and then we need 然后我们需要一种专为太空设计的高功率芯片， designed for space that takes into 它要 account 考虑到太空更严苛的环境，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in space where you've 那里有高能离子、光子，还有电子堆积。 high energy ions, photons. You have 太空是一个充满敌意的 It's 环 a 境， hostile environment in space. So you want to 所以 design 你需要设计这种芯片，你需要为太空优化它， and you 而且你通常会希望它比在地球上运行的芯片温度更高一些， minimize the radiator mass.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散热器的质量。 You design something differently in space 所以有很多限制因素， than you would on the ground. 你在太空中的设计会与在地面上的设计有所不同。 My guess is that is the vast 对于太空计算，我猜测它将是绝大多数的计算， power constrained on Earth. That's why I think 因为你在地球上受到电力限制。 100 to 200 gigawatts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地球上的芯片每年大概是100到200吉瓦， and probably on the order of a 而 terawatt 太空中的芯片可能达到太瓦级别。 just 由于 because 地面上的电力限制， is probably 这可能最终就是这样。 space has this advantage that it's always sunny. 太空的优势在于它总是阳光 Very 普照 nice.。So 这非常好。我实际上认为，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的成本 deploying AI in space 会 will 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快的低于地面人工智能的 than 成本。 most people expect. I think it may be 我觉得可能只需要2-3年，把人工智能芯片送到太空的成本 lower cost 就会比在地面上更低， AI chips to space. 因为在太空中你不需要太多电 You 池， don't need 因为它总是阳光普照， much in the way of batteries. 而且太阳能你获得的 And 在太空中你获得的太阳能 at least 5会是地面上的至少5倍甚至更多， space versus the ground. 因为没有大气衰减，也没有昼夜循环或季节性变化， Seasonality. 而且你总是垂直于太阳， Normal to the sun. 所以在那一点上，你真的最大化了太阳能的利用， The solar power. 而且太空太阳能实际上比地面太阳能成本更低， Less than terrestrial 因为你不需要厚重的玻璃或框架来保护它免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So as soon as the cost 所以一旦进入轨道的成本降到很低的水平， it immediately 把人工智能放到太空就立刻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put AI in space. 这基本上就成了显而易见的选择。 It becomes a no-brainer basically. 更重要的是， More of a 当你进入太空时， you get 你会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and things get 事情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容易。 try to put more and more 然 people 而 on the ground. 当你试图在地面上部署越来越多的电力时， Start using up 你会耗尽空间， spots. 你开始用完那些容易部署的地方，然后你就会遇到更高一级的邻避效应。 So then 没有人希望这东西建在他们后院儿， wasting power on 所以 Earth 实际上在地球上增加电力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困难， expensive over 也 time. 越来越昂贵。 Space, it 但在太空中， cheaper 它实际上会随着时间变得更便宜、 These are 更 very 容易， important points.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 So yeah.
所以，你们刚才在想的，当然了，你们心里在问的是，那么，在万亿次浮点运算之后，你们要做什么呢？不要想得太。是的，说得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才能达到千万亿瓦呢？这是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你们可以通过在月球上部署一个电磁主驱动器来实现，配备机器人、奥克托米系统，当然还有大量的人类。有了这个，你们就可以发送千万亿瓦的计算能力，并将其发送到深太空。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它的重力是地球的1/6，所以你们在月球上不需要火箭，你们可以真正的从月球表面将其加速到逃逸速度。这再次大幅降低了获取能量的成本。并且让你们能够比万亿瓦的规模再扩大1000倍。所以，这绝对是我希望看到的未来。我只想活得足够久，能看到月球上的主驱动器，因为那将是极其史诗般的。这应该能让我们至少达到太阳能量的100万分之一。想到这个，真是令人感到谦卑。但是，太阳能量的100万分之一会比地球的经济规模大100万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好事。然后，是的，你会超越这个，扩展到其他行星，扩展到其他恒星。创造出我能想象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未来。这有点像麦克贾奇导演的电影《蠢蛋进化论》的开场，开启一个惊人富足的时代。所以，是的，显然其中的要素是可持续能源、太空旅行，以及能为每个人带来惊人富足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而且，这真的是真正通往惊人富足的唯一途径，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这并不是说它不会出错。希望如此，但我认为它很可能会顺利发展，成为一个你们会喜欢的未来。而且，至少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所以，然后我们超越月球，超越火星，穿越土星的光环。如果能买一张去土星的旅行票，那是不是很棒？或者坦白说，你甚至可以直接去土星旅行。我觉得未来一切都会是免费的，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你知道，如果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经济的规模能达到当前地球经济的近100万倍，那么你任何可能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拥有。所以我认为伊恩·班克斯在他的《文明》系列小说里说的非常对，未来实际上是没有金钱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富足，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拥有。就是这样，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去土星旅行，不会只有少数人能去。如果你想要，你就能拥有。是的，哇，所以，是的，加入我们，踏上这段旅程。帮助我们设计出色的芯片，制造出色的芯片，建造1太瓦的芯片。1太瓦的太阳能，每年将100万吨送入轨道。谢谢大家。